就不要把陪玩想的那么龌龊什么的，陪玩还是很好的。看完我的故事，你们就知道陪玩有多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Vanna， 我是04年的摩羯宝宝。我的体重是最轻的时候是2650克，我的身高是160公分。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童年。这个就很伤心啊，这个，因为我爸妈是在我出生3个月后就离婚了，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跟着我爸爸一直到了我4岁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就是一直保姆在带嘛，然后妈妈跟爸爸也是因为各有工作的原因，所以基本就是把我一个人抛在家里。其实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台湾读的书，2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厦门，3年级的时候是在福建，4年级的时候上学期是在上海，下学期是在新疆，5、6年级的时候我就回台湾啦，我就回台湾继续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，然后到了毕业之后我就过来了加拿大。当时过来的时候我也才12岁啊，12岁的时候自己过来也是害怕，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是自己坐飞机，然后爸妈也不陪嘛，就是比较孤独，就是跟孤儿一样。其实我妈从小是这么教育我的，她是说女孩子嘛肯定是要独立的，可能有些人家里就是富养女，就是去砸很多钱啊，就是去保护女儿啊，宠女儿什么的，想要给女儿一切。但是我妈就不是了，我妈因为其实我家里是有18个表哥12个堂哥，就只有我一个女孩子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我要跟其他的哥哥一样，所以我妈就是把我培养成那种自己赚钱，想要什么就自己去拿。当然她有钱可以给我，但是她不给。我当时其实是挺讨厌我妈的，就是因为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妈就是不帮我嘛。但是到后面发现说我妈这种狼式教育反而造就了我很多，就例如说不花父母钱，就是花自己钱的时候就特别爽，就是你想要买什么时候你用自己的钱去买。工作的话，这些经历我是什么工作其实我都干过，什么服务员啊，什么打包餐点啊，什么那种奶茶店啊，我都干过。然后一直到我14、15岁的时候，我在网上偶然有一位经纪人，自称是经纪人的一个男孩子，他跑过来跟我说就是想要签我当主播。当然我当时是去了，当时是在虎牙这个平台我去了，但是因为我未成年，我不能注册账号就是成为主播，所以我借用了公司的账号。当我的流量做到了68万、62万，就是大概那个时候60几万的时候，他把账号收回了。那个时候我不做了，他把账号收回了。那是我干过最蠢的事情，因为那不是我的账号，那是属于公司的账号。等于说我到头来我自己还是没有任何的粉丝流量。我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说粉丝可以涨到60多万的，号就被这么收回了。我当时很想为自己把粉丝留下，但是他们一点机会都不给，包括说粉丝团什么的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解散了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人。而且我露脸，我在虎牙上我也只露过2次。所以说主播这一条路真的不好走。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，只要你露脸了，只要你露了你的 IP 地址，粉丝就可以找到你。我当时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个王者荣耀的主播600多万粉丝跟他打游戏，当下他是有女朋友的，我并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主播不能跟任何人说自己谈对象了嘛什么的，这是工会有签协议的，有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有女朋友，但是他的粉丝知道，他的粉丝就过来骂我然后我还被写过恐吓信。我在温哥华，他们从成都寄恐吓信过来，谁能想到我什么都没干，我被寄了恐吓信。做主播你们想要去尝试的话可以尝试，但是千万不要露脸，因为露脸是一个很大的风险，特别是像我这种长得不咋地的很容易被喷。这样我们成为一颗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耀一个梦。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那光就是我。所以就特别伤心这件事情。后面我就转到了抖音上，也是给我配了2位经纪人，其实没有什么流量，因为当时其实就是看一个颜值的时代嘛，但是我当时小时候又没有长开，当然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好看了，流量就特别低，人家也是就是把我就不管不顾，把我当成了一个弃子，导致于说我最后只能去做陪玩。陪玩什么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不是很爱打游戏吗，然后打游戏打着打着就开发了陪玩这个领域。开发了陪玩这个领域之后呢，我就
不断的往上走。第一开始我只是一个小陪玩，就什么都不懂，就单纯就是陪人打游戏。第二阶段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自己创造工会，我去收那些陪玩，就是自己就当管理啊什么的，就是管理这个俱乐部。到第3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打比赛了。哎呀，可能很多人觉得说电竞啊是浪费时间的东西，就业余爱好玩玩就行啦。不是，其实大多部分都是一些20多岁还没有工作，但是他们有学历，他们只是热爱游戏，所以选择做陪玩。不能以一概全，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因为游戏颓废了一生，你就觉得对游戏这个方面就是随便玩玩就行了，可以赚钱的，老赚钱了。我一个月光是在陪玩这一方面上，我可以赚2到3万人民币，这不比其他那些拼死拼活上班的人要好很多吗？毕竟吧，他可能大部分人玩都是2个指头嘛，而且还是手机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陪玩呢就是那种平板，你们猜我几指？我是6个指头，6个指头在平板上面滑，我是怎么滑的？一个支架这么滑着的。所以说电竞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工作会大于说游戏的兴趣。然后我最奇葩的一次遇到说有那种点单的老板，因为毕竟女陪玩嘛，下单的都是男老板，真的很变态。他们会要求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发黑丝照给他们。我们是绿色陪玩，我们不是黄色陪玩。就是我现在穿的这身，你们肯定会觉得我是黄色陪玩，但是不是，这是我的兴趣爱好。好看吗？那游戏这个方面的话，我不可能靠它吃一辈子，但是目前暂时对于我的生活来说，它可以维持我3、4、5年的生活。所以说我们俱乐部的话，它是有提成，它是有工资，不只是就是老板下单给我们钱，我们打游戏这样的，是有工资的。就不要把陪玩想的那么龌龊什么的，陪玩还是很好的。看完我的故事，你们就知道陪玩有多好了。想起了小时候，睡觉前熄了灯之后，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，也许眯眼看本小说，一封信点亮了宇宙，想象着我飞过了星空，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，到世界每个角落。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会做音乐。我做音乐我就老屌了，我没有去学校学过，但是我是自己去研究，自己去后期，就是去网上找那些教学啊什么的，去找说怎么去接这个轨啊，这个音轨啊什么的，怎么去就是去认那些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，就是我完全就是不理解当时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自学，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特别多钱嘛，可以去报课参加这些的，所以我其实现在的工作就是奶茶店、陪玩还有音乐。做音乐这方面我妈是一直反对的，因为很影响学习。我虽然没有自己的原创作品，但是翻唱对我来说已经够麻烦了，因为其实一般我后期的翻唱作品它一定要个2、3天或者是1周的时间去完成，特别耽误学习，因为晚上都不能睡觉的，就是为了赶一首歌嘛。我妈那段时间就发现说我每天不睡觉然后去赶歌这种事情，就把我的电脑什么全都没收了。然后我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我就边洗澡边唱歌，唱特别大声，然后还收到好几次邻居的投诉我。一直到我16岁的时候，可能那个时候学习就起来了嘛。音乐它不只是一种兴趣，它之后我觉得它肯定会在这个社会上发展成一种特别重要的工作。跌跌撞撞不算什么，想到困了真的跌进了落，梦境中自己掉进黑的孤独的黑洞，在无止境的夜晚埋伏着野兽，也许让我有点寂寞，哭过了以后怀疑没有人懂我。有一件很难过的事情，其实我不敢就是跟人说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要是说出来的话，我可能会好一点。就是大家可能知道，前面我提到说我爸妈在我出生3个月就离婚了嘛，他们当然都是各不管各的啦。怎么说？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我爸的话在台湾那一块，就你们知道的那种叔叔辈的呀，都会混社会嘛什么的。我爸就开始接触了毒品啊，就整天喝酒啊、打架呀、闹事、放火什么的，真的什么就是那种大场面我都知道，就是你们可能没见过，但是我都见过。就可能我爸就是一身血的那个样子回家，我肯定是见过的。他有一次是因为台湾是禁止枪械类型的贩卖，但是我爸做了，
做那种交易嘛，就入狱了，进监狱。我们家把他保出来之后，他就真的就是整天开始就颓废，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就是也不找工作，也不干正经事。到最后他患了一身病，就可能膝盖之前有打架呀什么的那种伤痕啊，然后他一直不管，医生也劝他说你再不管的话真的要截肢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的话那我们也不能强迫是吧，他就开始得了更多的病，然后就隐瞒我们全家。到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，但是去世的那一晚上不只是我爸让我伤心，还有家里人也让我伤心，那些亲戚。我爸他是在我当时是放假凌晨的时候我爸走的，我当时跟我妈是在看《暮光之城》，大家都知道《暮光之城》是很著名的电影嘛，里面有一部分看到就是女主角跟男主角结婚的时候，爸爸就是牵着女主角的手进了婚礼殿堂，我妈那个时候就说了一句，他再怎么样也是你爸，就算你以后结婚我再怎么恨他，我肯定也会让他进入你的婚礼，带着你走红地毯的。刚说完这句话，我妈的电话就响起来了，接到什么电话？我爸去世了，在医院。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赶到了医院。我最震惊的是我所有的亲戚都在了，但是他们是最后一个通知我的，他们甚至医生不说为什么这位病患他不愿意闭眼，不愿意离世，是不是有什么人没有见到，他们才想起我这个人，不然他们压根记不得我爸有我这个女儿。所以说台湾就是那种我不能以一概全，但是我们的家庭就是他们不重视我，导致于说我错过了跟我爸最后说话的机会。我就在那种你知道病床旁边看着我爸，我就摸了摸他的手，特别的冰，那种冰真的是我这辈子都再也体会不到那种冰了，我也不想再体会一次的那种冰。然后台湾有一个习俗，就是病人去世之后，儿女得要跟病人待在一间那种小房间里面，就是为死去的病人祷告。我跟我爸就真的，因为我是独生女嘛，我跟我爸就只待在那个房间里面。我当时情绪没有特别的想哭啊，就是也还小，什么都不懂嘛，不知道说到底是我爸是跟我开玩笑还是怎么的。然后我就在那个病房就这么做了3个小时，医生通知我说可以走了之后，我就走了。我回去之后的路上是我妈把我接回去的，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早上5点了嘛，台湾麦当劳是5点就开了，然后我当时是跟我妈去麦当劳，我就坐着，我妈给我点了份薯条，开始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忍住，我就哭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哭的意义在哪里，因为我不知道说我是该哭说我家里人忽视我，还是该哭说我爸走了呢？我什么都不懂，还小嘛。帮我爸办丧礼的时候，我是一直频繁梦见我爸的，他一直在跟我道歉什么的。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道歉。如果说你真的想做一个好爸爸的话，为什么要这么早就离开我呢？导致于说我是一个挺缺爱的一个人。然后说头七那天的时候，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，就是因为儿女要跪在死去患者的牌子前面跪满4个小时，我跪到第1个小时结束的时候，我就全身就是很冷，发冷汗那种虚汗，然后我的脸也是特别的苍白，然后就是我嘴巴也发青，就是我根本就已经没有力气去跪着了。然后后面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的哥哥就把我抬出了那个殿堂。然后我不是很迷信啊，但是那个法师跟我说，我爸只是因为想我了，舍不得我，所以才过来抱抱我。导致于说，因为阴间阳间嘛，就我不信那个，但是我当时信了，他可能真的就是舍不得我来抱抱我。所以说其实我人生低谷期就是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其实我特别不敢面对所有人，因为我当时去学校的时候要穿全身黑嘛，所有人都穿的制服，只有我一个人穿黑色的。那个时候老师还跟同学们说什么啊，尹轩的爸爸已经离开了，所以大家要多多关心一下尹轩。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说我家里的事情，所以那段时间真的算是我很低谷的时候。虽然我带着一点啰嗦，害怕的颤抖，
却只有自己能够陪着自己走，发现还有人陪着我。我看着前方黑暗的尽头，那光就是我。从14岁时开始，你来到了温哥华，感觉这里其实你可以混得并不差啊。忘记那个过去的家，让你感觉到特别阴郁。你开始学会英语，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卖力，因为你开始学会这些积极的精神。我开始在这里看到你开始变得锋利，你开始把自己封闭，但是我感觉到你其实做这些都不是为了功利，你只是希望把自己藏匿，你希望让过去的自己给自己告个别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你的生活，所以我开始继续斟酌，这就是你的 life， 希望你过得 positive， 不要 negative， 我们可以飞到天上去逃离 gravity， 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玩游戏，你可以带我把游戏打得特别流利，你可以知道我开始 off beat， 但是没有关系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在这里继续。我知道你玩得特别溜，我希望介绍我的朋友给你做你的客户，让你继续开始 hustle build a castle。 他开始远离了他的朋友圈，我希望你可以玩游戏继续玩几遍，但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，你不要因为胜利而忘掉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命。我希望你可以过得好，我希望每一天你都可以过得 freestyle， 希望每一天你都过得特别快乐，我希望你可以让所有的顾客都爱了，希望 SY 可以过得特别帅，我们玩的游戏我们就是最帅 Top 1 You gonna be the queen， 这就是你的 queen 的 You should know that。 OK 我知道Vanna你还在不断的长大，你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特别好的陪玩，不要被谁绑架，我希望你过自己生活，不用考虑别人的意见，所以我知道你一遍又一遍的开始剥削自己，无论是金钱还是身体，但我希望你可以为了自己不要去寻找自己，因为人生很短，所以你需要享受它，你就是陪玩界的艺术家，玩得特别好，和平精英。我希望你可以在这里继续让大家知道你的实力，我希望每一天你都可以过成生日，这是我对你说的，我希望你经历这些挫折都不会被他们打败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垫脚石，不是你的绊脚石。我希望你可以打完游戏或甚至需要半小时，我希望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你都可以为温哥华带来更多欢乐，我希望你可以变得更好，跟你的猫还有你的妈妈你们都可以变得更好，就是这样 Happy life 我 wish you health， 所以现在我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好。 That's it freestyle represent Vanna and Elo OK